夏言眉头紧皱，毕竟此时他们面对的对手乃是公孙云天。其实一路走来，他已经见识到了楚风的实力。凭借特殊手段而掌握了千变幻功一丝力量的楚风，在这千变幻功之内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若是正常情况下，他觉得楚风哪怕遇到公孙云天，也未必就不能一战。可是现在的楚风刚刚破开阵法，身体极为虚弱，结界之力也几乎耗尽。这个时候的楚风，哪怕还掌握着千变幻功内的一丝力量，但显然也是没有办法对抗公孙云天。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可忽然，楚风的手却落在了夏言的身上。看到楚风此时的表情，夏言则是有些意外。相比于他，楚风的脸上竟没有一丝慌乱，在楚风的脸上竟然还挂着淡淡的笑意，那镇定自若的模样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不知为何，看到这样的楚风，他就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原本不知如何是好的他，竟突然有了一丝底气。他觉得楚风也许还有应对之策。楚风，现在跪地求饶，我们考虑留你一具全尸。就在此时，公孙家其中一位天才指着楚风，阴阳怪气的开口了。在他看来，楚风现在已经是在劫难逃，所以他的话语不仅极度自信，更是高高在上，就宛如他是刑罚官，今日可断楚风生死。闭嘴，你没资格与我对话。可谁曾想，楚风却是对其怒骂一声，随后便将目光看向了公孙云天。公孙云天，你是不是觉得你们很聪明啊？故意躲在暗处，待我破开此阵再现身，然后抢夺这紫霞鬼王珠？楚风对公孙云天问道。你以为没有你我就拿不到紫霞鬼王珠吗？不妨告诉你，就算你拿不到这紫霞鬼王珠，我也可以拿到。我没有立刻现身，就是想看看你的本事。我承认你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不过可惜今日你还是要死。公孙云天此话说出之际，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直奔楚风冲击而去。那可是堪比一品武尊的力量，毕竟这公孙云天可是掌握了龙变五重的界灵师。然而就是这样强横到结界之力，还没靠近楚风便被挡了下来。原来是一众无形的结界墙壁封锁住了岩洞，正是那结界墙壁将公孙云天的攻击挡了下来。这是什么？见此一幕，公孙家的天才们有些不知所措。是你做的？公孙云天也是看向楚风，凝声问道。这岩洞你是进不来的。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是紫霞鬼王珠的好处吗？我若没有猜错，就算你拿到了紫霞鬼王珠，掌握了岩洞内的力量，可是那力量也只能在岩洞内使用。公孙云天说道。你说的很对，这力量的确只能在岩洞内使用，你们若不进来，我的确不能奈何你们，但是我若不出去，你们也不能奈何我们。楚风说道。缩头乌龟，我就不信你一直不出来。公孙家一位天才指着楚风说道。想要跟我耗，那我奉陪啊，反正我有大把的时间，就算这千变幻功的考核时间到了，我也无所谓。反倒是你们公孙家的天才进来7个人，结果全部考核失败，这若要传出去，那些流言蜚语一定都不太好听吧？楚风很是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可谁曾想，那公孙云天却是一声冷笑，他不仅没有生气，在他的脸上也没有一点着急。楚风，你看看这是谁？公孙云天才华说完，自乾坤袋内取出一个麻袋，麻袋一甩，竟然有一道身影滚了出来。此人被特殊的结界锁链捆绑，身上更是布满血淋淋的伤痕，但楚风和夏言还是能够认得出来，此人乃是孝玉。孝玉，楚风和夏言都很是意外，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孝玉会落到公孙云天的手中。楚风，其实我们的恩怨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与这两位关系不大，这样你自己走出来，我就放过他们两个。公孙云天对楚风说道。只是公孙云天此话刚刚说出，萧玉却忽然冷笑了一声。公孙云天，你是脑子坏掉了吗？我与这楚风不过萍水相逢，没有半点交情可言，先前联手也不过是被迫而已，你居然想用我来逼迫这楚风走出来送死，你觉得可能吗？萧玉一脸鄙夷地看着公孙云天。也对，我猜他也没有这个种。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全都死，而你就做第一个。公孙云天说话间便抬起手来，是准备对萧玉出手，可是突然他愣住了，随后看向了岩洞的方向。见状，其他人也是顺势观望，而这一看，不仅他愣住了，其他人也都愣住了，因为此时的楚风已经走出了岩洞，站在了岩洞之外。楚风竟然真的为了萧玉走了出来。楚风，你怎么如此愚蠢？快回去，就算你出来，他也不可能放过我。忽然一声怒吼响起，是萧玉。然而萧玉话音刚落，一股力量便将楚风身后的道路封锁。是公孙云天，他虽然没有直接伤害楚风，但可能害怕楚风回到岩洞之内，所以将楚风的退路封锁。公孙云天，是男人吗？是男人就兑现你的承诺。楚风对公孙云天说道。楚风，你还不如你这个盟友聪明，对于你这种人，我需要信守承诺吗？你不是要做英雄，要救他吗？现在我就当着你的面将他的脑袋扭下来。公孙云天此话说完，便将手抓向萧玉，那手掌极其用力，简直堪比凶器。他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要痛下杀手。可谁曾想，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却忽然出现在了公孙云天与萧玉的中间，是楚风。楚风抬手一抓，不仅拦下了公孙云天的攻势，还将公孙云天的手腕紧紧地握住。眼见着楚风竟然挡下了自己的攻势，莫说公孙云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脸的吃惊。要知道，公孙云天可是龙变五重，可拥有着堪比一品武尊的力量。可是下一刻，更为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楚风手掌猛然握紧，随后咔嚓一声，公孙云天的手腕竟然被硬生生的捏成2段。混账！公孙云天突然暴怒，怒吼一声，体内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释放而出。可谁曾想，他的结界之力还没有攻向楚风，楚风抬手一拳，直接砸在了公孙云天的面门之上。公孙云天不仅倒飞而去，落地之际更是满脸鲜血，
已是看不出本来的模样。公孙家的天才们来到公孙云天身旁，看到这样的公孙云天，他们的脸色也是变得惨白起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其实我一早就发现你们来到这里了。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拆穿你们吗？因为你们对我而言弱小的如同蚂蚁。楚风看着公孙家的天才们说道。听闻楚风此话，公孙家的天才们可就不只是脸色惨白那么简单，紧张、恐惧、慌张等情绪都在他们的脸上疯狂地涌动着。他们虽然早就知道楚风有点本事，但却没有想到楚风强到这种地步，连公孙云天在他面前也毫无还手之力。他们本以为抓到楚风就必死无疑，可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们这是羊入虎口。没事吧？楚风看向萧玉，嘴上这样问，但是却抬手一挥，一座疗伤阵法落在萧玉身上。阵法的力量之下，萧玉不仅伤势开始愈合，就连身上的血迹都被消除，只是皮肉伤。萧玉不知是过意不去还是为何，说话的时候是低着头，并没有看楚风，但是声音却不再像之前那般强势。没事就好。楚风笑了笑，对于萧玉的冷漠，他早就习惯了。其实他对萧玉和夏言都是打心眼里过意不去的，毕竟自己可是白白的看了人家的身子啊。楚风，你这家伙也未免太强了吧，都虚弱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吊打公孙云天。夏言来到楚风身旁，一脸的高兴。你不说，我差点忘记了，这些家伙还是要处理一下的。楚风也是看向了公孙云天等人，他们还站在原地，并没有逃脱，因为他们很清楚，面对楚风这样的存在，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逃脱。可忽然，公孙云天的身上出现了一抹红色的光华，那光华自他心脏部位散发而出，伴随着心脏的跳动而闪烁。当那红色光华出现的一刻，楚风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夏言和萧玉可能感受不到，但楚风却能够感受得到。此时公孙云天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公孙云天的身上也蕴藏着千变幻功的阵法力量。其实楚风刚刚的一拳完全可以直接将公孙云天直接打死的，之所以没有打死，正是有着一股力量保护了公孙云天。楚风若没有猜错，公孙云天的身上有着某种至宝，那至宝已经与他的心脏融合。刚刚保住公孙云天性命的是这至宝，此时给予公孙云天力量的也同样是这件至宝。当这力量涌现之后，公孙云天脸上的鲜血便被吸收，原本血肉模糊的面容也是开始恢复，就连倒在地上的身躯也是漂浮而起，浮在了半空之上。那个架势比先前是放出龙变五重力量的他还要强大得多。这个家伙怎么回事？看到这样的公孙云天，尽管夏言和萧玉也不知道他为何会这般变化，但却也能够感受得到公孙云天的此时的厉害。云天，你竟然掌握到了这种程度。而看到公孙云天这样的变化，原本面如死灰的公孙家天才们也是一脸的惊喜。楚风，我终归还是小看你了。虽说我早就知道你掌握了此处的力量，但我并没有想到你的力量居然掌握到了这种地步。你到底是来自哪里的？你的身后是哪个势力？又或者你的师尊是谁？公孙云天对楚风接连问道。怎么害怕了？楚风反问道。怕？你有让我害怕的资格吗？公孙云天问道。没资格吗？刚才是谁被我打得满地找牙？不对，那应该不仅是满地找牙了，而是被我打的老娘都认不出来了。难道这样也算没资格吗？楚风反问道。找死！公孙云天显然是被楚风激怒了，他竟然直接出手。这一次他双手猛然轰出，磅礴的结界之力排山倒海一般向楚风压迫而来。这股力量可绝非一凭武尊那么简单。见状，楚风也是不敢怠慢，同样将体内的力量释放而出，两股结界之力对轰在一处，却掀起了堪比武尊级武力的涟漪。运用了至宝的力量之后，公孙云天的力量在这千变幻功内也是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层次。楚风和公孙云天的这次对决竟是不分胜负，你们两个站到我身后去。楚风看了萧玉和夏言一眼，二人心领神会，乖乖地站在了楚风的身后。他们也清楚，不管在外面他们有怎样的实力，可是现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够依仗的只有楚风。当他们二人退后之后，一道强大的结界屏障便凭空出现，将他们二人护在了身后。看到这结界屏障，他们二人也是有些动容。这个结界屏障对他们而言是莫大的保护，有这个屏障在，至少楚风与公孙云天交战所掀起的涟漪无法伤害到他们。可是他们却也知道，楚风现在本就虚弱，这个时候的结界之力对楚风而言十分珍贵。可就是这种情况下，楚风为了保护他们，还特意布置这样的结界屏障，这便是他们动容的地方。突然之间，阵阵轰鸣连续炸响，汹涌的涟漪如气焰猛兽，瞬间充斥这片空间，就连此处坚不可摧的岩壁也是剧烈摇晃，宛如随时都会崩塌一般。楚风与公孙云天便再度站在了一处，虽然他们运用的依旧是结界之力，可是他们的对战方式更像是修武者的交战，没有更多花哨的结界阵法，也没有招式的对决，而是纯粹的力量比拼。他们所使用的皆是从这千变幻功内所获得的力量。只是一番交战之后，本就感到不安的楚风心里也是越发泛起了嘀咕。公孙云天所掌握的力量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强横，再加上楚风之前为了那道紫霞鬼王珠的确耗费了许多力量，继续消耗下去，楚风可能要败。谁曾想，就在楚风担忧之际，公孙云天的身形居然暴退，退出了战圈。把你们的召唤星域给我！公孙云天倒退之后，对其他的几位兄弟大声喝道，那语气根本不是商量，而是命令。他此话刚落，公孙家剩下的几位天才竟全部将自己的手掌穿透了自己的胸膛，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要自杀呢。可谁曾想，他们下一刻便将自己的手从胸膛拔了出来。而此时楚风三人能够看到，那些公孙家天才鲜血淋漓的掌心之中都握着一块特殊的玉石，玉石只有珍珠那么大，
但形状很特别，乃是心脏的形状。最主要的是，这明明是玉石的材质，可居然会跳动，就像是真正的心脏一般。并且这玉石内涌动着2重力量，一重力量似是那玉石本体的力量，很神秘，也不容小觑。而另外一重力量便是千变幻功的力量。眼下这2股力量已经融为一体，难怪你们能在这千变幻功内获得这千变幻功内的力量。召唤星玉果然在你们手上，公孙家，你们可真是卑鄙得很啊！看着那特殊的玉石，夏言则是破口大骂：“你知道也无妨，反正你无法活着离开。”公孙云天不以为然，而是将其他召唤星玉收到手中，紧接着他便抓住那些玉石，噗的一声，将手插入了自己的心脏之中。楚风，阻止他，不能让他把所有召唤星玉融合。见状，夏言和萧玉皆是面露惊慌，几乎同时对楚风提醒，他们对这所谓的召唤星玉明显是有所了解的。没关系，让他融吧。可谁曾想，楚风却并不着急。不行，不是不知道这召唤星玉的厉害，快阻止他啊！夏言再度大喊道，他急得都跳了起来。可楚风却依旧沉稳，甚至脸上还挂着淡淡的微笑。没事，我自有应对之法。你们不如与我说说，这召唤星玉是何来历？老实讲，对于这种特殊的好东西，我有些好奇。楚风对夏言和萧玉问道。楚风现在能够确定让公孙云天获得如此强大力量的，正是这所谓的召唤星玉。夏言和萧玉都急坏了，可是能阻止公孙云天的只有楚风。眼见着楚风无动于衷，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只得为楚风讲述起关于这召唤星玉的事情。召唤星玉据说乃是远古时期的一种至宝级原石，只要能够将它融合，那么无论在任何遗迹内都可以获得遗迹内的一部分阵法力量，提升使用者的实力。融合的召唤星玉的体积越大，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虽是一次性使用的物品，但召唤星玉可以说是开启遗迹最有用的宝物。但这种好东西不仅价值不菲，更是可遇不可求，在整个九魂天河也是极为稀少，甚至近乎绝迹。但是在几十年前，九魂天河内发现了一处蕴藏着大量召唤星玉的遗迹，只不过那遗迹很是厉害，想要进入其中都很困难，就别说拿到里面的召唤星玉了。为利奥得到召唤星玉，九魂圣族更是亲自出面，让诸葛家、公孙家以及九魂天河多个强大的界灵师势力破天荒的一起联手去开启那座遗迹。据说当时就连许多久不出世的界灵大师也都参与了，只是那遗迹内的阵法当真厉害，需要集结众人之力，合力布阵，才能勉强压制遗迹内的阵法。因为催动阵法耗费大量人力，所有人都是无法抽身，最终只能让公孙家的人去将召唤星玉取出来。可是当公孙家的人出来之后，却没有将众人期盼的召唤星玉拿出来，对众人说召唤星玉根本就不存在。公孙家为证清白，还让诸葛家以及其他势力搜他们的身。召唤星玉对于界灵师来说非同小可，更何况这次行动还是由九魂圣族主张的。于是诸葛家以及其他势力也并没有对公孙家客气，只是那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搜到。尽管其他势力仍怀疑是公孙家吞了这召唤星玉，可因为没有证据，却也只能就此作罢。但也因此事，他们与公孙家渐行渐远，后面几乎少有人再愿意和公孙家合作。但现在来看，果然还是公孙家私吞了这召唤星玉。夏言为楚风解释道，公孙家还真是卑鄙啊。得知经过，楚风一脸鄙夷地看向公孙云天，那又如何？无毒不丈夫，若没有一点手段，我公孙家何以立足于九魂天河？莫说我公孙家，就说这黑煞大人，他做过的恶事还少吗？但只要他的实力在，又有谁敢当他的面责怪他半句？公孙云天不以为然，反而一脸得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存之道，若是以卑鄙手段为傲的话，那我只能说你们不配为人，甚至连畜生都是不如。楚风说道，鄙夷我？你有这个实力吗？突然公孙云天的体内释放出滔天的气焰，那是融合了千变幻功力量的结界之力，但是比之先前更为凶猛，这便是融合了更多召唤星玉的效果。然而楚风只是轻哼一声，随后楚风捏出法印，楚风体内的结界之力也是如同喷涌的火山一般，源源不断的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结界之力出现之后，竟然化作千军万马，那是一道特殊的结界阵法。在此等结界阵法的加持之下，楚风的力量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说怎么不阻止我？原来是趁我融合召唤星玉的时候偷偷布置阵法，我倒要看看你这阵法能否胜得过我。尽管看穿了楚风的手段，但公孙云天却依旧不惧，只见其怒喝一声，那汹涌的结界之力便向楚风冲击而去。与此同时，千军万马的嘶吼声也是震颤天地，楚风的阵法同样反攻而去，二者的对决再度上演。只不过这一次的对决比之先前还要凶猛得多，只是那涟漪就将公孙家的其他天才吹得连连后退。而再看楚风这边，哪怕楚风已经为夏言还有萧玉布置了结界屏障，可是在那涟漪的冲击之下，一道道裂痕也是如同蜘蛛网一般在那屏障之上不断浮现。继续下去，这屏障随时都会崩塌。这两个家伙好可怕！看到这样的对决，莫说公孙家的天才们，就连夏言也是忍不住发出感叹。而萧玉虽然没有说话，可是他那充满惊叹的目光却也说明连他也是被吓到了。忽然如玻璃碎片般的碎裂声炸响，那守护夏言和萧玉的结界屏障崩碎了。这一幕可将夏言和萧玉吓坏了，因为那涟漪直奔他们而来，他们二人根本无力闪躲。可就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前，一把将他们抱起。是楚风。楚风抱着二人，单手捏诀，一道结界门便在夏言与萧玉身后浮现。三人进入结界门之后，那结界门便立刻消散。几乎就在三人逃脱之际，那公孙云天也是立刻收手，随后大袖一挥，便将此处的涟漪彻底散去。只是看到那空空如也的岩洞，公孙云天的脸色却是变得异常阴沉。云天，
他们3个呢？是死了吗？与此同时，公孙家的其他天才也是跑了过来。跑了。公孙云天说道。跑了？怎么会跑掉呢？公孙家的天才们不解地问道。我哪知道？你们问我，我去问谁？只会看热闹的废物们，要你们何用？可谁曾想，这一问却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换来了公孙云天的怒斥。公孙云天用尽手段，却让楚风逃脱，本就极为不爽。此时他将自己心中的怒火全部发在了家族弟兄的身上。四是知道公孙云天是什么脾气，这些天才们也不敢还嘴。云天，说到底还是你厉害，如若不然，那个叫楚风的家伙也不会逃。对，还是我们云天厉害。那楚风根本就不值一提，就算他逃得了初一，也逃不了15。公孙家的天才们四是想要哄公孙云天开心，一边夸赞一边羞辱楚风。可是突然之间，公孙云天大嘴一张，一口又一口鲜红色的血液不断自其口中喷出。喷完之后，他更是身子一歪，直接瘫坐在了自己的血泊之中。楚风，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公孙云天咬牙切齿，可是他的声音却是异常的虚弱。而见到这一幕，公孙家的天才们却连话都不敢说了。虽然他们知道过度使用那召唤星域是会造成负担，可是那负担并非公孙云天此刻的症状。公孙云天眼下的症状乃是负伤了，难怪他如此生气，因为这伤必然是刚才的对决所致。千变幻宫另外一处，一道结界门立于半空之上。那结界门虽有千变幻宫的气息，但却又与此处的阵法格格不入，那并非此处自带的阵法。忽然3道身影从那门内飞掠而出，那3人正是楚风。楚风掠出后，二话不说，第一时间便大袖一挥，将那结界门消除掉后，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来是躲过一劫了。楚风此话说完，便扑通一人瘫坐在了地上。见状，夏言和萧玉赶忙去搀扶楚风，这才发现楚风已经昏迷了过去，是消耗太大了。萧玉说道：“怎么会消耗不大呢？这家伙为了拿到紫霞鬼王珠，体内的结界之力本就消耗殆尽，而后又同时布置了逃生阵法和对抗阵法，他能够成功做到，已经不可思议了。”夏言说道。此时他们都已经明白，先前楚风与公孙云天对抗的阵法不过是欺骗公孙云天的。楚风知道自己体内结界之力所剩不多，所以根本没有打算和公孙云天耗下去。他与公孙云天对抗的阵法不过是争取时间罢了。那座逃脱的结界门才是楚风主要布置的阵法。你是说他刚刚已经耗光了结界之力吗？萧玉对夏言问道。这个家伙同时破开了守护紫霞鬼王珠的所有阵法，你自己想一下，那是何等消耗。夏言说道。可是他刚刚能够在那种情况下布置出这种级别的逃生阵法，就算是以千变幻宫的力量做支撑，也是消耗极大的。不行，必须赶紧想办法，不然他可能会死。萧玉说话间便立刻开始布阵，且拿出诸多丹药以及一次性消耗的宝物。听闻此话，夏言则是抓住楚风的手腕，去观察楚风的状况。这个家伙可真是的。而一番观察之后，夏言也是脸色大变，随后便与萧玉一样，自乾坤袋内取出大量的疗伤丹药和一次性消耗的疗伤宝物。萧玉和夏言开始不计成本的合理布阵，为楚风进行疗伤，甚至不敢有一丝迟疑，因为楚风的情况的确非常的糟糕，就如同萧玉所说，若是置之不管，楚风很可能会死。可是楚风并不知道萧玉和夏言所做的事情。眼下的楚风虽然陷入了昏迷，可是实际上却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这空间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四处布满璀璨的光华，除了脚下有这一条铺在虚空之上的石板路之外，什么也没有。楚风只能顺着这条路一路前行。很快，楚风来到了尽头处，那里站着一位老者。老者浑身散发璀璨光华，根本看不清他的轮廓，只能大概看到他留着长长的头发以及长长的胡须，头发与胡须都长达几十米，如绸缎一般自其身体延伸而出，飘在半空之上。虽然看不到老者的面容，但却能够感受得到，这老者必然是极为强横之辈。他仙风道骨，宛如仙人临世，可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他的身上却拴着一道道锁链。老者身上散发神圣光芒，无法看清他的容貌，可是那捆绑在他身上的锁链，楚风却是看得清清楚楚。捆绑老者锁链不是很粗，但数量却非常之多，甚至有的锁链应该穿透了他的身躯。那些锁链一边捆绑在老者身上，另一边则是延伸到楚风也看不到的远方。似是感受到了楚风的到来，那老者忽然动了，而伴随他的移动，周遭的锁链也是发出刺耳的声响。等了这么久，总算等来了一个合格的后辈。老者的目光打量着楚风，语气极为和善，但声音却是苍劲有力。晚辈楚风拜见前辈。楚风意识到这可能不是寻常的梦境，很可能是真实的世界，于是赶忙施以大礼。我知道你叫楚风。楚风，你如今深陷于险境之中，但也许老夫能够救你。那老者对楚风说道。前辈，您需要晚辈做什么吗？楚风问道。看来你是聪明人，既然如此，老夫也就不与你废话了。老夫在此等候这么多年，实则是困在了此处，需要有人帮助老夫离开这里。但想要破开这千变幻宫的牢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老夫感应到你的体内流淌着极为高贵的血脉之力，你具备解救老夫的潜力，只是可惜你现在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不过你若愿意帮助老夫，老夫可以帮你离开此地。老者对楚风说道。前辈，老夫愿意帮您，只是晚辈要如何做才能够帮到您呢？楚风问道。愿意就好。老者点了点头，随后忽然探手一指，一道流光便刺入楚风体内。下一刻，楚风的身体便燃烧起金色的火焰。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准备，在真实的世界之中，楚风的体内也同样燃烧起金色的火焰。金色的火焰极为凶猛，直接将萧玉和夏言联手布置的阵法燃烧殆尽。若非二人反应及时，立刻退后，也要被这金色火焰所殃及。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看到那金色火焰，萧玉和夏言也是一脸的惊恐。金色的火焰甚是诡异，它不会烧毁楚风的衣衫，也不会烧毁楚风的面容，可楚风却依旧痛苦万分，哪怕陷入昏迷，却也不断发出痛苦的声音，脸上扭曲的表情更是让人心疼。该死，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萧玉和夏言都发现这金色火焰的厉害，想尽办法帮楚风消灭这金色火焰，可是一番尝试后，却均是没有任何效果，这让他们十分焦急，都害怕楚风被这金色火焰给活活烧死。在楚风的精神世界中，他还站在那神秘老人的对面，而在这里，楚风也同样在被金色火焰所燃烧，且同样痛苦万分。前辈、晚辈真心打算帮您，您为何要如此对待晚辈？楚风感觉这火焰在燃烧他灵魂的每一寸，这种感觉让他十分不安。忍一忍，老夫是在救你。老者此话说完，那金色火焰的力量不减反增，而那席卷楚风的痛楚也是越发浓郁。但楚风反而不再那么担心，他早就发现这金色火焰虽然带给了他巨大的痛楚，可却并没有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既然老者这么说，也许是真的在帮他。金色火焰燃烧许久，依旧没有退去之势，可楚风所承受的痛苦却越发凶猛。但那老者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两道目光一直打量着楚风，似是在观察着什么。忽然，老者大袖一挥，楚风身上的金色火焰化作一缕金光，从其体内抽离而出，落入了老者的袖子之中。金色火焰虽然离开，但楚风也是变得异常虚弱，满头大汗的他连站都站不稳，而是扑通一声瘫倒在了地上。前辈，您刚刚是在做什么？楚风虚弱地问道。如果说之前他还有所怀疑，那么现在的他已经几乎确定，这位老者应该不是在害他，因为当那金色火焰消失之后，有一个东西留在了楚风体内，这个东西的确能救楚风的性命。可楚风却也知道，那金色火焰与老者留在其体内的东西乃是完全两个不同之物，所以楚风才好奇，这金色火焰燃烧自己到底是有何用意？你虽掌控了一丝千变妖力，可千变妖力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使用它的时候，它的确可以帮你提升力量，但也会让你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与禁药相近，但却又不同。禁药的反噬只是一时，但这千变妖力很可能是一世。你刚刚结界之力几乎耗尽，更是让千变妖力趁机而入，开始腐蚀你的灵魂。若非老夫用这伏魔圣火将那千变妖力根除，你必然无法活着离开此地。那老者对楚风说道。千变妖力，难道我掌握的不是单纯的主阵法力量？楚风问道。算是主阵法的力量，但是此处的主阵法可不是寻常的主阵法，这座千变幻宫是由千变狐妖所掌控的，所有阵法都融合了千变狐妖的妖力。虽然千变狐妖在沉睡，可它的力量依旧具有妖性。老者说道。这么说来，是那千变狐妖困住了前辈？楚风问道。老夫与千变妖狐之事，你无需知道太多，你只要记得，待你的结界之术踏入了神袍境界之后，再来找老夫即可。若是那个时候你还愿意相助，待事成之后，老夫必有重谢。你若不愿意，老夫也不会怪你。老者对楚风说道。前辈今日对晚辈有救命之恩，前辈放心，待到晚辈成为神袍界灵师时，必然会来解救前辈。楚风抱拳说道。既然如此，那老夫也就等着那一天了。另外，老夫知道你拿到了紫霞鬼王珠，此物虽然到手，但想要使用却也不容易，老夫传授给你解咒之法。老者此话说完，手掌一指，顿时金光涌动，一座磅礴的阵法浮现在楚风的视线之中。但很快，那磅礴的阵法又变得极为渺小。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解咒之法，但楚风还是将它记在了脑海之中。多谢前辈，楚风十分感激，毕竟他已经拿到了紫霞鬼王珠，知道老者说的话乃是真的。若非老者提点，也许楚风真的无法使用紫霞鬼王珠。楚风，你记住，若是不能来，不来也罢，老夫从不会强人所难。走吧。老者此话说完，便大袖一挥，楚风眼前的空间便开始崩塌瓦解，化作碎片向自己冲击而来。楚风见状，赶忙闭上双眼，直到察觉安全之后，才睁开眼眸。而再度睁开眼睛，楚风发现他已是回到真实的世界之中。夏言和萧玉一左一右蹲守在他的两侧，见他苏醒，皆是面露喜色。楚风，你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夏言、萧玉同时问道。感觉嘛，挺好的呀。楚风起身说道。真的吗？你是不知道，你刚刚身上燃烧起了诡异的火焰，简直吓死我们了。夏言说道。这件事我知道，放心吧，我没事。楚风并没有打算将老者的事情告知夏言和萧玉，而夏言和萧玉虽然也有所疑问，但他们最关心的却是楚风的安危。眼见着无碍，便放下心来，且也没有多问。至于楚风，则是将那紫霞鬼王珠拿了出来。看着这紫霞鬼王珠，楚风的激动都浮现在了脸上。这件宝物其实对自己无用，但是对界灵却极为有用。楚风觉得，也许这紫霞鬼王珠能够唤醒女王大人。楚风开始按照那老人所传授的方法布置破阵之法。这破咒之法极为利奥的，阵法覆盖之广，此处巨大的岩洞竟然难以容下。尽管阵法刚刚开始布置，可破咒之法所散发的气息却已是神圣无比。此等架势的阵法，就连夏言和萧玉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如果说之前的楚风是因为身上得到了此处阵法力量的缘故，才能布置强大阵法的话，那么现在的他身上已经没有了那所谓的千变妖力，而是纯粹依靠自己的结界之术来布置阵法。可这阵法的威势却依旧不容小觑，这不仅是楚风结界之术的厉害，更是阵法本身的利奥的。这是什么阵法？怎么如此厉害？夏言和萧玉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布阵的手段，尤其是夏言，一边观望，双手还不由自主地动弹着。他是意识到这阵法厉害，所以想要偷偷将这阵法学会，只是奈何这阵法夏言和萧玉
都无法学会。先不说阵法本身就难，也不说楚风的悟性更高，其实当时那位神秘老者传授楚风这阵法的时候，是以传授的方式演示给楚风的，更易于楚风掌握。可楚风现在却是纯粹的布阵手段，夏言与萧雨二人自然难以学会。但是楚风并没有那位老者的实力，老者顷刻之间便完成的阵法，在楚风这里却显得异常费力，阵法的威势越来越强。可楚风脸上的吃力之色却也是越来越浓。楚风，我们能帮你吗？夏言发现情况不对，于是对楚风询问道。他其实已经看出楚风是结界之术的实力不足，所以难以完成这座阵法，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贸然出手会不会帮了倒忙，况且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帮楚风，所以才对楚风咨询。若是楚风愿意，楚风自然会传授他们布阵方法。不行，这阵法只能由一人来完成，只有我一人完成这阵法，且破阵之后，紫霞鬼王珠才会有类似于认主之效，那个时候才能使用他的力量。楚风说道。我看这阵法威力非同小可，你不要太过勉强。夏言对楚风劝道。尽管对于这破咒阵法，夏言的确好奇，但他更担心楚风的安危。放心，我心中有数。楚风并没有打算轻易放弃，在那老者的帮助下，不仅体内的千变妖力被燃烧殆尽，其实楚风的结界之力也得到了恢复。现在布阵困难，并非是结界之力不足，而是单纯的自身的实力不够。毕竟楚风他只是龙变二重而已，按照楚风目前的实力，想要完成这阵法的确很是费力。但楚风不想就此放弃，他想尽快掌控这紫霞鬼王珠，想尽快让这紫霞鬼王珠的力量为自己所用。楚风，停手吧！若真被这阵法反噬，后果不堪设想。过了一会后，萧玉也开口了，他已经发现楚风继续下去将大事不妙，而事实上，楚风也发现自己目前的实力的确难以完成这座阵法。虽然心有不甘，但却也只能选择改日再试。可就在楚风准备放弃之际，楚风忽然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席卷灵魂深处，紧接着自己的精神力便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那是一种蜕变之感。我的结界之术提升了。楚风起初也有些不太相信，可是一番观察之后，他发现他的结界之术的确提升了，他已经从龙变二重提升到了龙变三重的力量，再加上九龙圣袍以及结界血脉的力量，如今楚风的结界之术堪比龙变四重。结界之术提升之后，楚风布阵的速度不减反增，很快这座大阵便被楚风布置成功。而在楚风的催动之下，磅礴的阵法立刻收缩，最终覆盖在了紫霞鬼王珠之上。没过多久，那阵法便与紫霞鬼王珠相融。成功了吗？怎么没什么变化的样子？夏言和萧玉都走了过来，夏言更是好奇地询问起来。他们早就看出楚风的阵法是用来破咒的，虽说他们看不出紫霞鬼王珠上面有什么守护阵法，但却也都知道楚风这破咒阵法是要给紫霞鬼王珠用的。但是阵法融合之后，紫霞鬼王珠的确没有任何变化，应该是成了。相比于夏言的担忧，楚风却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成了就好。不对啊，你刚刚怎么实力忽然大涨？那感觉丝毫不弱于我和萧玉兄啊，你该不会是修为提升了吧？紧接着夏言又对楚风问道。的确是提升了。楚风倒也没有隐瞒。我擦，你这家伙是怪物吧？怎么还能在专心破阵的时候提升修为的？夏言睁着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楚风，就连萧玉也是一脸的狐疑。他们虽然都知道楚风的实力提升了，但是对于楚风的话，他们都是有些怀疑，不是不相信楚风，而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升结界之术确实有些匪夷所思，还是多亏了一位小贵人。楚风说道。贵人我知道，小贵人是什么意思啊？夏言好奇地问道。寻常的贵人就是贵人，但这个贵人若是一个小美女，那便是小贵人。楚风说道。小美女哟，楚风兄弟，你这话让人浮想联翩哦，快说说是怎么回事？夏言更加的好奇了。然而楚风却回了2个字：保密。其实楚风所说的贵人乃是宋云。宋允离开之时，强迫楚风吞下一颗金色的丹药，那金色丹药服用之后便进入楚风的灵魂深处，似是要与自己融合，只是融合的速度比较慢。而这丹药到底有何作用，楚风也不知晓，只是想着宋允不会害自己，便没有太过在意。刚刚楚风结界之术突然提升，他还有些意外。当破咒阵法成功布置，且将紫霞鬼王珠上的咒破开后，他才重新观察体内，这才发现那颗金色丹药没有了，而自己精神力之中还蕴藏着一丝没有消散的气息，那正是金色丹药的气息。所以楚风如今可以确定，那让自己结界之术从龙变2重提升到龙变3重的，正是宋允逼着自己服下的金丹。但说到底，这帮助自己的还是宋允那个丫头，难怪那个丫头会对我说那样的话。楚风回想起宋允临别时的话，嘴角的笑意更浓，而心中也是越发温暖起来。宋允离开之前，莫名其妙的逼着楚风服下金色丹药时，故意卖关子，并没有告诉楚风这丹药的作用，只是告诉楚风这丹药是好东西，只是需要慢慢消化，等彻底消化掉了，楚风自然就会感谢他。而现在金色丹药已与楚风彻底融合，还真就如宋云所说一般，楚风是真的很想感谢他，毕竟这个丫头帮助自己的结界之术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哎呦，还保密！可就在楚风沉浸于对宋允的感激之时，夏言的声音却再度响起。那好，这件事我不问，你刚刚破咒阵法能不能传授一下？夏言笑嘻嘻地问道。可能觉得无缘无故向楚风索要强悍阵法的却理亏，紧接着又说道，大不了我也用我知道的阵法与你换。看得出来，夏言对楚风刚刚破咒的阵法的确非常感兴趣。可以倒是可以，不过我事先要告诉你，我这阵法只针对紫霞鬼王珠有用，你就算学会了也没意义。楚风说道。那我也要学，因为你这阵法够酷炫，哪怕没用，布置出来唬人也是可以的嘛。夏言说道。
那行，不过我要回头再教你，因为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楚风说话间，便打开界灵空间的大门，将手中的紫霞鬼王珠送入自己的界灵空间后，自己也是将意识投射到了界灵空间之内。而当楚风的意识进入到自己的界灵空间时，发现紫霞鬼王珠与在外面的时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紫霞鬼王珠飘于界灵空间之中，不仅光芒更为璀璨，更是开始旋转起来。旋转之际，释放出特殊的气焰，正在逐渐充斥整个界灵空间。那气焰如紫霞一般，甚是美丽，且蕴藏着非同一般的力量。且这气焰正在分别被女王大人以及雨莎所吸收。淡淡自从当初得到修罗神石之后，就一直在沉睡之中修炼，而雨莎也在运用七界仙石修炼，二人都在闭关修炼之中。按理来说，无法炼化吸收这紫霞鬼王珠的力量才是，可偏偏现在紫霞鬼王珠的力量正在被二人所吸收，不知道我的女王大人会不会苏醒过来。看到这一幕，楚风虽然欣喜，但却也并没有太多意外。这正是紫霞鬼王珠的力量。当楚风成功用破咒之法破开紫霞鬼王珠的守护阵后，这紫霞鬼王珠的力量便以为楚风所用。在外面的时候，紫霞鬼王珠没有任何变化，可是当他进入界灵空间，当他感应到界灵之后，他的力量便会释放而出。当然，这也是楚风所催动的。若是楚风不想紫霞鬼王珠的力量释放出来，他自然也不会释放。紫霞鬼王珠对于界灵而言有着极大的好处，不仅仅是提升修为那么简单，它具有疗伤、淬体、提升灵魂强度等诸多功效。如果说其他的修炼资源是一次性提升修为，那么这紫霞鬼王珠可以说是长时间对界灵提供帮助的宝物，并且还有唤醒的功效，可将界灵从沉睡中唤醒，也可让闭关修炼的界灵醒来，且不会对它造成伤害。紫霞鬼王珠之所以会有唤醒的功效，主要是因为当界灵清醒的时候，会更好的吸收这紫霞鬼王珠的力量。这就是为何楚风觉得也许淡淡可能会苏醒的原因。当然，女王大人是否会苏醒，楚风也不能保证，毕竟紫霞鬼王珠只是有唤醒的功效，但却并非是专门用来唤醒的宝物。眼下楚风只能静观其变。虽说雨莎和淡淡都是倾国倾城级的美女，但楚风这家伙的目光却一直盯着淡淡，可谓目不转睛。忽然，原本均衡的界灵空间内发生了变化。原本紫霞鬼王珠释放的力量是以均衡之势融入淡淡和雨莎的身体之中的，可眼下却发生了变化，涌入淡淡体内的紫霞鬼王珠力量变得越来越多。这丫头难道是醒了吗？见此等情况，楚风内心变得激动起来，更是几个箭步走到淡淡身前。我的女王大人，你总算醒了。楚风异常欣喜，他已经做好了欢迎女王大人苏醒的准备。只是一番呼唤之后，淡淡这个丫头并没有任何反应。这样的状况让原本热情似火的楚风就先是被浇了一盆冷水一样，情绪也是变得低迷起来。女王大人并没有苏醒的症状，楚风发现自己的猜想错了，并非女王大人苏醒才让那紫霞鬼王珠力量的融入发生变化，更像是紫霞鬼王珠自己发生了改变。这就像是一股力量认主，它可以同时认主两个主人，但也会优先将自己的力量给予自己更认可的主人一样。紫霞鬼王珠的力量虽强，但却也并非无穷无尽。过了大概半个时辰之后，紫霞鬼王珠的力量也是消耗殆尽，整个紫霞鬼王珠都化作气焰融入了雨莎和淡淡的身体之中。这整个界灵空间内再也看不到一丝紫霞一般的美丽气焰，因为那气焰都被淡淡和雨莎吸收的彻彻底底。只是这力量融入之后，无论是女王大人还是雨莎，都依旧是双眼紧闭，他们并没有醒来。但楚风却依旧站在淡淡身前，看着淡淡。楚风的目光竟少见的有着些许落寞。我是真的后悔了，若是能够重新选择，我可能不会让你用修罗神石修炼。楚风看着淡淡，小声说着，他太想念淡淡了，甚至想念到开始变得有些自私的想要女王大人快点醒来，哪怕不能彻底炼化那修罗神石也无所谓。因为淡淡不在的日子里，楚风很多时候是孤独的。自从界灵空间打开之后，楚风与淡淡就可谓是形影不离。楚风自下界一路走来，都是淡淡陪伴着他，守护着他。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甚至是紫菱、苏柔、苏美都无法比的。一直以来，楚风都知道淡淡对他的重要性，可当淡淡真的沉睡许久，这么长的时间内连一句话都不能与自己说的时候，楚风才发现他还是低估了淡淡的重要性。他太需要淡淡了，哪怕只是陪他说说话也好。淡淡不在的日子里，楚风无论是修为提升，还是看到少见美景，无论是喜悦、好事、难过，他都希望能够与淡淡分享。可是现在不能了，哪怕淡淡沉睡修炼的时间里，楚风也在不断成长，可没有淡淡的见证，楚风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甚至自己成长的这段日子里没有淡淡来见证，对于楚风而言是一种遗憾。楚风叹息一声，便转过身去，准备离开界灵空间。他虽然很希望淡淡醒来，但他不会强行叫醒淡淡，永远不会去做伤害淡淡的事。楚风，可就在此时，一道呼唤却在楚风身后响起：“雨莎，你醒了。”楚风赶忙回头，虽然没有先前那样兴奋和激动，但脸上也是挂着喜悦的笑容。那声呼唤正是雨莎，而此时的雨莎不仅睁开了眼眸，更是在注视着楚风。我修炼的时候，你又做了什么？雨莎对楚风问道。当然是做了一件好事。怎么样？这次修炼效果如何？你有将七界仙石彻底炼化吗？楚风问道。雨莎用特殊方法开始修炼，七界仙石是何状况？楚风并不知道，再加上刚刚的紫霞鬼王珠具有唤醒的功效，所以楚风也不知道雨莎是将七界仙石彻底炼化后醒来，还是没有彻底炼化，只是被紫霞鬼王珠唤醒。其实早就炼化了，只是我炼化时急了，只是心神被扰，被困在了心魔幻境之中。雨莎说道。这样说来，是我刚刚帮你逃离了心魔幻境？楚风问道。雨莎点了点头。这样说的话，那丫头
你可是欠我个人情了，你要怎么报答我呢？楚风不怀好意地看着雨莎，雨莎没有急于回答，但目光却闪躲起来。好啦，我开玩笑的。见状，楚风赶忙解释道：“雨莎这丫头可不像蛋蛋，有的时候楚风开玩笑起不到调节气氛的效果，然而会变得有些尴尬。但是楚风这个人也并不是什么特别正直的人，喜欢开玩笑这个习惯，一时半会的还真就改不过来。虽然困入心魔幻境，可其实我已苏醒。这段时间你经历的事，我也能察觉一些。若是离开这里，遇到公孙云天，你也不必怕了。你若想对付他，我可以出手。”雨莎说道：“丫头，那公孙云天可是龙变五重，难道说你的修为达到了1品5尊，还是说你的逆天战力可以跨越境界？没有到达5尊境，但凭借你的逆天战力，也可与5尊境强者一战。”楚风也是变得激动起来。现在楚风的实力的确有限，但听雨莎的口吻，这个丫头如今的实力似乎精进极大。本来炼化7界仙石后，我已踏入9品至尊，距离5尊境还有一段距离，可困入心魔幻境时期，也是有所顿悟。再加上你刚刚用的东西，便突破了。雨莎说道：“是刚刚突破的吗？那你现在是何境界？”楚风问道。1品5尊。雨莎说道：“太好了，我的乖乖。虽说早就知道紫霞鬼王珠厉害，但没想到紫霞鬼王珠竟如此厉害。”楚风的情绪越发激动，激动到狠狠地挥动了几下拳头。至尊境与5尊境虽只1线之隔，但想要跨越难度极大，绝非至尊境之间的小境界可比。按照雨莎所言，7界仙石虽然厉害，可是极限也就是至尊巅峰，而他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的突破到5尊境，正是紫霞鬼王珠给予的帮助。雨莎有了1品5尊境的实力，就算离开了这千变幻宫，楚风也的确不怕公孙云天了。虽不知道公孙云天在结界之术方面有何底牌，但以楚风对雨莎的了解，楚风觉得雨莎完全可以战胜公孙云天。我虽修为突飞猛进，可其实我们与你们一样，伴随实力提升，一些力量也会被封锁。如今我修为虽达到1品5尊，但却已经没有了逆天战力，我的诸多手段也无法让我获得逆天战力。若是遇到2品5尊的对手，我也是无能为力。”雨莎说道。“封印了这么多吗？那是否还会解封？”楚风关切地问道。要知道，雨莎之前可是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并且当她召唤出可怕的黑色战马，她的逆天战力更是可以达到逆战4品。想当初，雨莎正是凭借着强大的逆天战力与灵狐鸿飞抗衡的。正因之前的雨莎太强，楚风才担心，害怕雨莎的所有手段都被封印住，影响雨莎的情绪。是可以恢复的，但需要自行顿悟。虽然你刚刚对我的帮助，让我觉得整个人的悟性以及身体状态都达到了最佳状态，可我毕竟刚刚踏入5尊境，暂时还察觉不到要如何解封那些力量，所以现在的我只能与1品5尊一战，若是遇到2品5尊，也是无能为力。”雨莎解释道。“能恢复就好，我相信这难不住你这丫头，就算真的有难度，我们一起努力便是。”楚风说道。雨莎点了点头，随后楚风又与雨莎短暂的聊了一会后，便离开了此处。虽说雨莎苏醒且实力大增，的确为楚风提供了不少底气，但是楚风也必须赶快离开此处，如若不然，就算想与公孙云天一战也是没有机会。毕竟唯有率先从其那边幻宫内出去的前5个人，才有机会进入下一轮考核。只是当楚风离开之后，雨莎却是将目光看向了界灵空间内的蛋蛋，目光看似平淡，但若要细看，向来冷漠的雨莎此时看向蛋蛋的目光中，竟然有着一抹羡慕。“你们一定经历了很多，他才会如此在乎你吧？”雨莎看着蛋蛋脱口说道。至于楚风，将意识投射回身体之后，夏言便赶忙跑过来询问起来：“怎么样？这紫霞鬼王珠有用吗？”“特别有用。”楚风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的脸上依旧挂着兴奋的笑容。“到底有什么用？你快说说。”夏言好奇的追问道。“这个回头你自然知晓。”楚风卖关子的说道。“估计你破阵失败了，根本用不了吧？”夏言见楚风不说，故意想气楚风，但楚风却根本不生气，而是看向了萧玉。“对了，萧玉兄，分开的时候，你可有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楚风问道。“没有。”萧玉摇了摇头，“我不能帮你了，因为我不能继续使用此处的阵法力量了。还有就是在拿到紫霞鬼王珠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掌握特殊的力量，但却也是寻得了离开此处的方法。我要离开这里了。”楚风说道。“离开？楚风，你不等一等吗？公孙家那些家伙应该也没有那么快离开。”夏言说道。“第一个离开不好吗？为什么要等他们？”楚风反问道。“哇，难道你还想进入下一轮？”夏言问这话的时候，萧玉也是用惊讶的目光看向楚风。他们2个本来都想等着公孙家那5位离开此处后，再想办法离开，那样就可以避免后面的交锋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弃权。但看楚风的意思，很显然楚风还要与公孙家的天才们一战。而面对这2位惊奇的目光，楚风没有回答，而是淡淡一笑，便开始布阵。只是这抹笑容却已经给了他们确定性的回答。“楚风，你疯了吗？在这里你能利用阵法力量与公孙云天抗衡，可是离开了这里，你拿什么和公孙云天抗衡？你可不要小看了公孙云天，他可是9魂天河最强的后备界灵师之一呀。”夏言赶忙提醒起来。“我就是想在外面的时候来会一会这个所谓的最强后备。”楚风说道。“楚风，我是认真的，你千万不要小看公孙云天，先前你是掌控了此处的力量，才能与他一战，但若真的离开这里，靠自身实力来比拼结界之术，公孙云天的实力绝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夏言继续劝道。“别劝我，我决定的事谁都劝不动。”楚风这话是笑着说的，他对夏言的劝阻并不反感，他知道夏言是为他着想，但就如他所说，他决定的事别人真的无法改变。与公孙家的恩怨已经结下，公孙云天先前是想要自己的命，但私下对决，就算胜了也只是简单的报仇，可若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将公孙云天击败。那对公孙云天的打击将是来自灵魂深处。楚风双手捏诀，突然光芒璀璨，是他的阵法布置完成。紧接着，楚风大袖一挥，光芒如水一般倾泻，那阵法境扩散开来，化作一张璀璨且巨大的阵法图，漂浮于半空之上。原来楚风布置的不是结界阵法，而是传授于夏言和萧玉该如何布置的方法，那是教他们二人如何离开此处的方法。这个阵法对你们来说应该不难，只要布置成功，就能通过它离开。不过每次只能离开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分开布置。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走了，咱们外面见。楚风做完这件事之后就要离开，你要布阵就布阵，干嘛非要走呢？大不了我不劝你就是了吗？见楚风要走，夏言赶忙开口，他并不希望和楚风分开。我要布得阵与你们不同，需要争取时间，且要一个人专注的布阵，咱们外面见。楚风对夏言解释之后便直接离开了。而此时的夏言也是不好去追，这个楚风兄弟还真是有点让人捉摸不透。萧玉兄，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夏言对萧玉问道。他对楚风越发的好奇，楚风必然隐瞒了身份，他绝对不是圣光天河的。萧玉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只是他的这个判断却换来了夏言颇为不爽的目光。萧玉兄弟，你为什么要说楚风兄弟绝对不是来自圣光天河的？难道你认识他？夏言问道。不认识。萧玉回道。萧玉兄弟，不是我说，你这样可就不太对了。你既然都不知道这楚风兄弟是何来历，你为何断言他不是圣光天河的呢？夏言追问道。圣光天河怎么可能有如此实力的后辈？萧玉反问道。萧玉兄，你若这样说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这是狗眼看人低了。夏言说道。夏言，好端端的，你为何骂我？萧玉的脸上露出一丝怒容，在他看来，狗眼看人低这种话就是一种辱骂。我这不是骂你，而是事实。你真的了解圣光天河吗？你这样看不起圣光天河，小心日后吃亏。夏言说道。萧玉心中有气，但却不想再与夏言争辩，而是盘膝坐在了地上，闭上眼眸。怎么坐下了？你不去找幻宫浑水了？夏言问道。萧玉并未理会，不找就对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待着吧。若是再遇到公孙家的人，可是没人能救你了。夏言以讽刺的口吻说道。你为何突然针对我？你对楚风是不是有别样的情感？萧玉似乎忍不住对夏言反问道。别样的情感？我一个大男人，他也是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有别样的情感？你在说什么胡话呢？夏言问道。所以是别样的情感。男人喜欢男人这种事虽然少，但我也见过。萧玉说道。你别胡说八道，我取向没问题。夏言说道。那为何我贬低圣光天河？你如此激动，不就是因为你觉得楚风是来自圣光天河，所以想要维护楚风吗？我告诉你，我并没有看不起楚风的意思，相反，我很感激他救了我，所以你没必要因为此事来针对我。萧玉说道。我只是看不惯你这种不了解就去贬低的行为，不是为任何人说话。行了行了，你休息吧，我要布置离开此处的阵法了。你这家伙平时话少，没想到拌嘴的时候话还挺多。夏言瞥了萧玉一眼，便按照楚风留下的阵法开始布置离开此处的阵法。见状，萧玉也不再理会夏言，同样开始布置离开此处的阵法。千变幻宫之外，那浩瀚广场的观看席上，依旧人山人海，黑煞老魔以及九魂天河的各方界灵师仍然聚集于此处。他们的目光并没有一直盯着千变幻宫，但话题却一直围绕着千变幻宫而展开。他们都在讨论公孙家的天才们会多久从千变幻宫内走出来。千变幻宫尽管每30年才开启一次，但黑煞老魔得到这千变幻宫已有多年，所以曾有不少天才进入过其中。那些天才虽然有不幸丧生在里面的，但是几乎每一次开启也都会有人成功的从里面出来。正因进去过不同时代的天才，所以这千变幻宫也留下了一些记录。比如最快离开千变幻宫的记录，便是由330年前一位结界天才所留下来的。那位界灵天才名为道辉，如今他的年龄不足400岁，虽然已不再是小辈，可是这个年纪放在整个修武者的平均寿命来看，还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可是道辉却已经成长为整个九魂天河内都大名鼎鼎的界灵师，他被誉为远古之后九魂天河内天赋最高的界灵师。但是当代九魂天河之中的界灵师后辈们也都是非常卓越，尤其是公孙家的公孙云天以及诸葛家的诸葛飞鸾，更是众多天才界灵师后辈中的最强者。虽说这次招亲大会诸葛飞鸾没有来，但是公孙云天可是在的，人们都在讨论着公孙云天能否打破道辉所留下的记录。若是可以的话，不仅预示着公孙云天未来的成就有可能超越道辉，公孙家也是会脸上有光。忽然千变幻宫传来一声异响，紧接着巨大的千变幻宫居然开始微微的震颤起来。这样一幕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而当人们看过去之后，千变幻宫开始释放出金色气焰，那与光华不同，气焰不仅肉眼可见，还有特殊的轨迹。那些气焰集结于千变幻宫顶端，快速交织，很快便凝聚成了一个球体。金色的球体如同小型太阳一般，它的光芒之璀璨，甚至盖过了千变幻宫自身所散发的光华。黑煞大人，那是什么？在场的都是有一定实力和名声的界灵师，可是他们用尽任何手段，却也都无法看穿那金色的光球到底是何物，于是只得向黑煞老魔请教。这似乎是异象。黑煞老魔给予了回答，可是这个回答却是有些犹豫，他似乎也无法确定异象怎么会有异象？难道说是那些公孙家那些后辈所触发的？众人纷纷问道。千变幻宫外力很难影响，既然触发异象，必然是千变幻宫之内的人所为。黑煞老魔看似没有给予直接回答，但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真的是公孙家那些后辈吗？公孙家的后辈果然非同凡响啊！众人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
而这些话落到公孙家之人耳中，一个个的更是面露难以掩饰的笑意。云天果然没有让老夫失望。公孙家家主抚摸着自己的胡须，一脸的老褶子堆积在一起，笑容尽显得意。毕竟相比于旁人，他们更期盼公孙云天能够打破道辉所创下的记录。现在虽然记录还没有打破，可是却触发了异象，这事情传出去，那必然会影响公孙云天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况且距离记录的时间还远远没有到，既然这个时候异象已经触发，那说明公孙云天出来也是很快就要发生的事。不仅仅是公孙家家主，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公孙云天打破道辉记录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是人们预想中的情况并没有发生，那异象已经出现足足2个时辰，距离道辉记录的时间还有不足半炷香的时间，可是公孙云天却依然没有出现。若是半炷香之内公孙云天还没有出来的话，那道辉的记录可就无法打破了。家主大人，因为太过着急，公孙家的许多人都看向了公孙家家主。身为9魂天河的界灵世家，他们有着许多外人没有的消息。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黑煞老魔会开启千变幻功，所以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目的就是要破道辉的记录。本来按照他们的准备，破道辉记录基本无碍，可是眼看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他们也是慌张起来。忽然一道结界门浮现而出，紧接着便有一道身影走中走了出来。那个人正是万众期待的公孙云天。云天，好样的！看到公孙云天踏出，公孙家的一些人难以掩饰自己激动的情绪，许多人竟然大声叫好，就连公孙家家主以及长老们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他们先前真的紧张坏了，不过好在他们还是成功了。公孙云天并没有让他们失望，而公孙云天出来的第一反应也是有些紧张的。他紧张地打量周围，似是在寻找一个身影，但一番搜索都没有搜索到他的目标后，才看向了公孙家家主。家主大人，我是第一个吗？公孙云天问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底气。云天，这还用问吗？你必然是第一个，你不仅是第一个，你还是有史以来最快从千变幻宫内走出来的后辈。公孙家家主对公孙云天说道。云天，我就说吧，以你的天赋，你一定能够打破道辉的记录。家主话音刚落，公孙云天身后又响起了一些声音，紧接着连续6道身影依次从那道结界门内走了出来。而当6位全部走出之后，那道结界门也是立刻关闭。至于这6位，自然便是公孙家其他6位天才。至此，公孙家踏入千变幻宫内的7位天才已经全部走出，而排在前面5位的也是这7位中实力最强的7位。但大家都明白，除了公孙云天外，其实这个排序已经不重要了，毕竟现在已经没有外人来与他们公孙家去争。无论最终谁获胜，这招亲大会抱得美人归的都将是他们公孙家的人。家主大人，若非云天执意要帮我们，他离开的速度还会更快。公孙家的几位天才说道。云天的性子老夫知道，名誉这种事他向来看得很淡，兄弟情谊才是他看重的。公孙家家主依旧笑得合不拢嘴，不仅公孙云天打破了道辉的记录，就连公孙家的其他6位天才也都打破了。此事传出，公孙家必然名声大噪，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只是并没有人注意到，当公孙家家主夸赞公孙云天看重兄弟情谊的时候，站在公孙云天身后的6位天才中，有2位天才的脸色却是有些古怪。这2位正是与楚风交手，被楚风暴打，但后来又被楚风放掉的那2位。黑煞大人，那是何物？公孙云天指着千变幻宫顶端那宛如小型太阳一般明亮的光球问道。他早就注意到这个光球了，只是他最开始在意的是楚风，他害怕楚风捷足先登，在他之前走出来。当确定楚风并没有提前出来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于是才把关注点放在那光球之上。云天小友，那不正是你触发的异象吗？黑煞老魔反问道。我触发的吗？公孙云天有些诧异，他能够如此快速的出来，不仅凭借召唤星域运用了千变幻宫内的力量，还多亏了他身后的6位兄弟。别看那个6位兄弟表面看上去笑脸盈盈，实际上他们此时非常的虚弱。他们刚刚说是公孙云天为了帮他们，带着他们一同离开，实际上是在说谎。真实的情况是他们费尽力气帮助公孙云天布置离开千变幻宫的阵法，为此他们更是消耗极大，甚至可能影响日后前程。可是没有办法，他们都知道公孙云天在公孙家的地位，哪怕对耗费了自己的前程，却也只能认了。不仅认了，还要夸赞公孙云天，如若不然，他们可能会性命不保。毕竟之前公孙云天喊着要楚风杀掉那2位同族兄弟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况且这不仅仅是公孙云天自己的意思，也是公孙家家主的意思。协助公孙云天布置阵法是公孙家布置给他们的任务。也正因明白事情经过，公孙云天才会有些诧异，因为他的印象中他似乎并没有触发什么异象。难道云天小友不知是如何触发的异象吗？见其公孙云天竟也是一副不知情的样子，在场之中也有界灵师询问起来。千变幻宫捉摸不定，连老夫都看不透，云天小友没有察觉也是正常。但试问这异象若不是云天小友触发，又会是何人呢？黑煞老魔说道。而见他都这样说，别人也是不好发出质疑，反而对公孙云天触发异象一事更加的确定。7位小友到老夫这里来。黑煞老魔对公孙云天等招了招手，而当公孙云天等人靠近之后，黑煞老魔也是站起身来，居然拿出一个尺子，仔细量了一下他们5个人的身体。虽然这场招亲大会还没有结束，但几位小友既然都能打破道辉创下的记录，也是可喜可贺。老夫准备亲自为几位小友打造一份礼物。黑煞老魔此话说完，便开始布置阵法。阵法开启之后，在场的界灵师们也很快发现了黑煞老魔的意图。黑煞老魔是要为公孙云天等7位量身打造界灵长袍。黑煞老魔乃整个9魂天河最强的界灵师之一，而他此时所拿出的材料更是稀世珍品。可以这样说，
黑煞老魔拿出的一些材料，连公孙家都不具备。以黑煞老魔的实力，打造戒灵长袍，顷刻之间就可以完成。但是他此刻布阵的速度很慢，之所以如此，那自然是为了精益求精。戒灵长袍打造完毕之后，黑煞老魔更是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独有的印章。只是这个印章印上之后就价值不菲，这让公孙家的天才们也是异常的激动。经过足足4个时辰之后，黑煞老魔才终于将7个戒灵长袍打造完毕。当然，这7个戒灵长袍也是有区别的，其中最好的那一件就是给公孙云天准备的。只是这一件戒灵长袍就耗费了黑煞老魔足足3个时辰，而这件戒灵长袍的品质，哪怕公孙云天也是激动不已。多谢黑煞大人。当戒灵长袍到手之后，公孙云天等人同时施以大礼，不用谢，这是你们应得的，日后不可懈怠，可不要辜负了你们的天赋。你们的使命可不仅仅是要让公孙家名震9魂天河，而是要让9魂天河名震浩瀚修武界。黑煞老魔这番话倒也看出他对这些后辈的期望必不负黑煞大人。此时公孙家的几位天才，包括公孙云天在内，都是热血沸腾，毕竟他们得到的可是黑煞老魔的嘉奖，这样的认可对于他们的名声都是极大的加持。就在这时，千变幻宫之外的空间一阵扭曲，又有一道结界门出现。